好的，相信大家呢都有听说过呢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，很多生意啊，很多这个企业啊，都可能面临啊这个经济上的问题，甚至有些人呢，因为自己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啊，而导致他们必须要去申请破产，或者是这个债主呢就去告他们破产。那么破产呢，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样事情。因为当一个人破产了过后啊，很多东西不能够做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一下，如果你是破产，你到底能不能够买保险？在我们把话题讲下去之前呢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保险知多少的 YouTube 频道呢，就请你订阅、点赞，顺便分享这个影片跟这个频道给你所有的朋友知道。顺便呢，去 like 一下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page。好的，一个人如果破产了过后呢，他到底能不能够申请保险呢？在马来西亚呢，所有的保险公司呢都不会反对一个破产的人去申请这个保险的。但是呢，不同的公司呢有不同的条例。但是如果你是破产又想申请保险的话呢，有些保险公司呢就不能够让你成为这个保单拥有人，或者是我们叫做 policy owner， 它必须要是这一个 third party 的 policy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你的伴侣成为 policy owner， 或者是我们叫做 applicant 保单拥有人，然后你呢就成为 life assured 受保人。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，你的父母就可以成为你的 policy owner， 然后呢你就成为 life assured。有些公司必须要你这样子做，有些公司呢就 OK 啦，可以让你成为保单拥有人 policy owner。所以不管你破产了过后，你想要买保险，不管你是 policy owner 也好，你是 life assured 也好呢，每一间保险公司呢都会有它的这个 limit 它的最高的这个保额可以保到多少。但是普遍上呢，人寿呢跟这个严重疾病呢，你只可以保100千到200千，不同公司有不同公司的条例。医药卡呢，你只可以保到病房200块的 limit， 所以就要看不同公司的 package 有怎样的这个配套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已经破产了，你一切的财务呢，你都必须要经过这个 Malaysia Department of Insolvency MDI。一切的这个经济状况，你都必须要向他们回报，都必须要向他们告知包括你要买保险。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，还有其他人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让更多人受益。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